太平年最新剧情来了。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究竟是何字？上期我们说到，以后周为大战核心，契丹、北汉、南唐、吴越大战一触即发。吴越王九郎军已经开始调兵遣将。福令公，本次大战，吴越王与后周皇帝均要御驾亲征，足以证明这次大战有多重要。胜负成败或可奠定五代十国的地域格局。但是已经送走6任皇帝的冯令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。什么时辰了？子时了。茶，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。为了拼出一个太平年，郭荣、九郎双双御驾亲征。冯令公凌晨2点还在辛苦工作，巩固后方。如此倾力合作，太平年已然不远。希望冯令公能够闭着眼睛驾鹤西去。第二天，郭荣已经带兵出征，冯令公却不忍前来相送。浩浩荡荡的大军刚刚抵达北方的高平，冯令公那边便传来了急报。官家，全军休整3日，3日后与他决战。南唐兵力是赵弘殷的兵力的10倍。刘仁瞻没有急忙进攻，而是拉开阵仗，想要与赵弘殷正面对决。虽说这样一来万无一失，但是也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。就连赵匡胤的岳父都说这下完了。可是赵弘殷不这么想，敌我兵力是9比1。果然当天夜里，九郎带着吴越的海军陆战队偷袭了南唐的润州，开始围魏救赵的战略。一发发飞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炸在南唐军营当中，南唐军队损失惨重。而远在宋州的南唐军主力正在做战前动员。正当下令开战的时候，南唐的外交大臣拿着符节赶来。太尉，自古以来阳谋无解，刘仁善退兵之后，所有人都大松一口气。但是后周汴梁城中，冯令公更加憔悴了。听到宋州之危已经解决，冯令公想看一下前线的战报，却连抬手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在一番担忧之中，冯令公远远地给前线的皇帝做了最后一次插手礼，有心人祈祷着，同时也拼着最后一口气做最坏的打算。果然，冯令公最后的担忧成了真。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，后周的军队已然大乱阵脚。何悔和范延能2个傻才，假传官家口谕，带着左军和后军往回跑了。2万大军跑了一半，1打3的仗变成了1打6。放在谁心里，这也是不可能打赢的战争。忠心的将士谏言说要舍生取义。末将率右军断后，就是拼了这身血肉，也誓死要将汉兵主力留在此处，好让郭荣带着大军慢慢后撤。可是郭荣作为5代10国第一雄主，怎么会就此狼狈班师回朝？是啊，当初张彦泽与契丹合兵，带领大万主力大军把汴梁城围得水泄不通，而当初城内算上流亡的难民也不过2万兵士，在那样的情况下也坚守了10日，打出了自己的尊严和气势。朕当年在京时，见识过肉袒牵羊的天子。不需多言，大战即起。这一战后，周大军打出了气势，赵匡胤也打出了宣传海报上的威风。这9个主君，他不想再换了。很快，前线的捷报传回了汴梁城。这时候的冯令公已经重病在床，却是硬是吊着一口气听完了前线的战报。令公，令公。这时候，冯令公紧握的双手缓缓展开，放心地闭上了双眼，最后不舍得离开了这动乱的人间。就连最后的遗书也是工作汇报，而这份人口普查表成了后续军改的重要凭证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正是对冯令公最后的写照。又灭了一盏明灯。冯令公走好，愿你下意识想一个无忧无虑的太平年，喝上一碗太平年的热酒。虽说史书记载褒贬不一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有自己的评判标准。
兴聚社认为冯令公虽奉四朝实地，但他忠于百姓社稷、忠于太平的初心始终未变，称得上国士无双。六帝可得为忠乎？欧阳。这时候的赵匡胤也进一步加官进爵。退朝之后，赵匡胤找到郭荣，声称自己能力还不够，不足以担此大任。但是在此用人之际，郭荣怎会放过自己的兄弟？于是郭荣马上转移话题4868000口。五代十国的动乱还未结束，人口就锐减80%，但是兵源因为战乱的原因又居高不下，国库难支。此时冯令公的作用还在发挥，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。裁军再加上缩减军费，一帮丘巴们目光短浅，目中无人，把武力兵力为尊刻进了骨子里，把以下刻上，黄袍加身过成了日常。五代十国的动乱也正是因为这般原因。而本剧的天眼通赵弘殷料事如神，立着一柄大刀等着赵府门口，等着一帮老手下。张大，兵变的情报马上传到了郭荣耳中。南唐的军阵员额详报树立好了吗？郭荣似乎早已料到会有今日，他当然也非常相信自己兄弟赵匡胤的能力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赵匡胤带着血来汇报工作。启奏陛下，昨夜城中兵祸，乱军将佐共计171人。投降。早些年，郭荣还在开封府时遣使团南下，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南唐外强中干，唯一有点脑子和战力便只有大将刘仁善。而此时刘仁善被手下的叛将拿来当见面礼。是尔等要降，还是你家太尉要降？自此南唐的陆军已经没有了指望，但战事依然焦灼。老相公，不至如此吧？周师虽尽有淮南之地，但不曾治水军。韩相公糊涂，郭家没有水军，难道陈家也没有吗？这时候南唐赶紧派遣使臣去往吴越，可惜吴越王九郎跑去了和朋友聚会，一番报头衔，与全游的龙妈不分上下。报完之后，两人开始寒暄。可惜九郎长了胡子，却是成熟了许多，字字得体，却都是官腔。郭荣直接开门见山走流程。朕今天就看在你前往的面子上，见他一见。可能九郎心里想过，你杀了我的水丘公，还想让我跟你说好话，可是胡令公却说了些肺腑之言。说到这里，怪不得当日七郎那番话让胡令公很生气。为了陪着七郎老爹打江山，胡令公是实打实地弃文从武，牺牲自己成就钱家，变成了现在被老七嘲讽的老丘巴。吾曾听闻，大司马早年间，郭荣对外声称要北巡，沿途在州县几千地抽调护从与护卫。文武百官看懂之后，才发现这不是北巡，而是北伐。若是短居爽文，郭荣这瞒天过海一般的调兵遣将，甚至骗过自己人的谋划与闪电出击，契丹断然来不及部署和防御，而燕云16州也定然能够轻松夺回。可惜这是历史证据，郭荣的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大军也遇到了阻碍。众将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，郭荣叫赵匡胤出去散心。北面啊，换了个大官儿，哎，这日子慢慢好起来了，要不然还哪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？来，老赵，走。哦，好吃。懂点历史的朋友会发现，此时已经触发关键词陈强。郭荣儿子还很小，朝廷重臣一番部署虽是忠心，但小儿子如果继位，非常有可能又是权臣叛乱的开始。所以郭荣考察了2个手握大权的将军。程永德请见。次日皇城之中，郭荣宣布前日2员大将的考试结果，张太尉被淘汰了。当然此举是给赵匡胤清除道路，
也是为了避免武力流血争权夺位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情况和三国时期刘备托孤很像。如果诸葛亮夺权，或许又是另外一番结局。画面一转后，郭荣躺在病榻之上，与自己争吵不休的二婚妻子告别。生离死别之时，陪自己走最后一程又会是谁？珍惜眼前人。恭送五代十国第一明君后周天子周世宗。自此太平年36到38集完，明日继续更新大结局，点击订阅不迷路。